用漆面一碰就掉为代价，换来这么漂亮的透明件效果，你愿意吗？该说不说，这个整体造型也不好看呀。嗨，帅哥，给个3连呗！哎，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一个真骨雕呢，有划时代的意义，因为呢它是第一个破5位数的价格。就在这之后，真骨雕破万的趋势就没有再停下来，甚至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。毕竟魂仙锭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更贵嘛。但是对于通贩来说呢，现在也不可能再低于8000税钱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无论是从它的配件量还是从体积上来说呢，都不应该这么贵呀。而它卖的贵的理由呢，就是因为它浑身用的这种还原皮套效果的透明件，效果确实是很漂亮，但是呢，这个成本也不会很高呀。它只是很单纯的把这一个效果给还原了出来，而并没有采用更多的分件。所以透明件的周围呢也都是透明件嘛，只不过是喷了一层这个漆盖住了透明件。这种材质的透明件根本是挂不住漆的，我这样直接一抠，你看漆就掉了。就算你不用指甲抠，也有可能把它给抹掉。所以即便这玩意的定位是精细级超可动模型，但是呢，在我眼里它就只能当一个手办了，不敢玩呀，玩几下就掉漆了，掉的我心态都能崩掉。咱玩玩具的目的就是开心嘛，这越玩越难过算怎么回事？更何况它透明件的效果好看是好看，但是尼玛这造型是真的丑呀。它的重量呢是有着整整50克。关于它的荧光效果的话，就是浑身的透明件呢，除了额头上的3个红色之外呢，都是可以荧光的。而它为什么只有50克这么轻飘飘的重量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，它虽然说是最终形态，但是呢，并没有像其他的最终一样，浑身都是厚重的华丽的铠甲。而且最离谱的是，它作为真骨雕，这个头怎么做的这么小呢？看着好别扭呀！而且再加上它透明件底下呢是这么大的空隙没有填满，也就是说是半实心的，所以说它能不轻吗？当然，我刚才说它浑身没有装甲也是不恰当的，因为确实是从肉眼上观感来说呢，是只有肩甲能看得出来是装甲，身上其他地方就没了，只是看上去不像有装甲。毕竟它这个装甲的是又薄又和身体贴合，就像是奥特曼的皮套一样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不只是膝盖关节，就连是这一个带透明件的分件之类呢，这四周呢也都是银色涂装，并不是透明件。之所以要做成这样，就是因为这里是膝盖关节嘛，这里不能做成装甲，所以这里呢就是底衣，这些纹路呢就是它的底衣花纹嘛。所以说这一块就是露出来的底衣，其他的底衣呢都被覆盖在这些装甲下面了，所以说这些就都是装甲没问题的。但实际上它这一身装甲呢是朴实无华呢，贴身贴的像一个奥特曼一样，所以说呢在主题里面算得上是十分朴素的了，只不过全靠这些特效般的透明件撑起来。看疾风王牌看多了之后，这一个 CZX 确实没什么好看的了，毕竟呢它本身就是把它从这个银色的中间分件这里掰开，然后变成这么一个样子，露出来底下的这些透明件。然后就是头部、护腕还有这一个脚腕这里呢，把这一个 V 改成了 X， 然后顺便把这一个胸甲上的花纹还有这一个披风给你阉割掉了。然后肩甲呢是改成了 W，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。虽然从造型上来说只是把 W 从中间掰开，但是呢它也是浑身都是新规零件，除了浑身的关节之外呢，沿用疾风王牌的地方也仅有这么一个大臂零件，还有这一个角了，其他地方呢都是新规的。除了设计之外，就是看玩具的品控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它这个是百徽的，都不用看背后都知道这个是百徽的，因为上面就有标志性的百徽制毛防伪标志 ，KO 都没有这玩意儿。不过对于百徽来说，这次的品控绝对是好的上天了，因为呢除了这一根百徽制毛之外呢，其他地方就没有什么漆面瑕疵了，做的确实挺不错了。再加上百徽的关节本身就是代工厂里面做的最好的嘛，所以综合来讲，这玩意儿的品控确实是挺不错的。毕竟我是真怕这个透明件里面封上去几根百徽制毛，这样的话你晃几下这一根毛呢就跑的到处都是。当然也不得不说，这次外带设计的确实是挺不错的，就连这个额头中间的这一个宝石呢，也是用的透明件还原的。当然除了膝盖之外，脖子这里也是关节嘛，所以说呢也不是用透明件还原的，是银色涂装。腰带的话就是 W 驱动器这里插上这么大一个极限鹰嘛，然后就是打开闭合，我还是喜欢把它闭合起来，因为打开的话，这尼玛风车竟然是个歪的，而且还歪的很离谱，不知道我这一个是不是中奖啊？然后它这一个浑身的涂装细节、透明件什么的都有还原出来，做的那是一个相当的漂亮。不知道雷杰多如果说翻这玩意儿的话，不知道能做成什么样子呢？你就比如说底下这一个绿紫色的透明件吧，雷杰多的真的是，哎。当然我还是希望雷杰多去出这一个的，毕竟我们可以想一下，雷杰多它毕竟腰带这里都是阉割成了金属色嘛，所以说呢它这些透明件呢肯定也是改成这种金属银，而并不是这种透明件，这样的话就敢把玩了，毕竟不是从透明件上面喷的颜色。这个我真的是动都不敢动一下，生怕动一下之后哗哗掉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底下的防穿帮竟然是以透明零件，并不是做成一个银色，这样的话就一点不突兀。万代虽然说没有良心，但是它总会在一些你看不到的地方很良心。你看我就单纯侧贴了一下这一个左胯，你这里就已经刮掉漆了，太离谱了。然后下半身也是和上半身一样的嘛。而关于透明件里面的这些线条纹路呢，是模拟的人的肌肉线条吗？还是说是什么呀？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好像一条条的蚯蚓一样在爬，好恶心。
而它的可动的话，就是参考一下疾风王牌就行了，只是没有那一个披风的可动了嘛。之前也评测过万代的风都侦探版疾风王牌嘛，不用看了，绝对不是我怕蹭漆不敢把玩。配件方面呢，首先是6对手型和疾风王牌同款的2对炮制手，然后就是五指方冲手捏记忆体的手型，还有2对握持手。2对握持手的区别就是握住的空间不一样大嘛。说真的，这只手型做的确实不行，你看飞边像 KO 一样离谱。之所以给你2对不同的武器握持手，就是因为它有2种不同的武器嘛，一个圆的，一个是这种方的。这个盾呢，在玩之前要注意一个事项，就是说它这里可以插进去4个记忆体嘛，但是没有办法拔出来。你想把它们4个记忆体取出来的话，你需要使劲从这掰，这样掰开之后才能拿出来。这样做的话，很容易把漆给弄坏，然后就是把这些桩给掰断。所以说呢，尽量不要这么搞。就连说明书上也强调了，这里特别容易弄坏，就很离谱。你自己知道这里容易坏，你还设计成这样干什么呀？所以你在玩联动之前，要先考虑好要不要把记忆体插进去。同样的，这把剑也是需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呢，它呢也是这里可以插一个记忆体嘛。然后它的拔出来方法就是把这把剑先分尸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这是透明剑嘛，透明剑的特点就是脆，挂不住漆。它脆的话，这样拔的话也容易断，对吧？也要注意一下。然后还得需要它给你的这一个顶针，把它给这样顶出去，也是挺麻烦的，对吧？这2把武器呢，也都是开模的精细程度以及复杂程度、还原程度呢，都是让人高潮呀。这机械纹路是真的漂亮。背面的涂装虽然说给的敷衍吧，但是正面的呢是相当的华丽，可以看到都是有透明零件的，而且都是和主体一样的效果，甚至更漂亮。你看这个圆盘呢，整个都是透明零件，然后喷了一些银漆作为花纹效果。在这个黑色上涂的白色呢，也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只不过这水口设计的有点恶心呀。竟然开在了这4个的头部，每次你想透过透明剑看这一个图案细节的时候呢，就会被这么一个水口给恶心到。不过你没指甲的话，这不能直接把记忆体拔下来吗？用不到拆开呀。剑的正面呢也是有2个透明剑嘛，也是一样的效果。剑刃也是用的绿色透明零件，十分的漂亮。这样的话插进去的话，就不用担心把剑刃的漆给刮花了，因为它的透明零件。剑柄处呢并没有像驱动器还有盾一样，这里是用的透明橱窗，它这里呢就是一个单纯挖了一个洞，这样的话看上去效果就没有这么好了。而且它是直接插到底的，这样的话你又没办法徒手把它拔出来了。当然武器上有5个插槽，而且在剧里面就是用的这么5个记忆体，所以说当然它也是有给你配备出来。只能说是不愧是万代的记忆体，比大通雷杰多什么的要好了太多太多。总之武器可以打1个满分，但是这个主体因为颜值过于丑嘛，所以说不把玩的话也只能给一个6分，把玩的话直接0分。哎呀，雷杰多呀，你已经1年多没有做假面骑士了呀，赶快出一个阉割掉透明剑的 CZX 吧，让我好好的把玩一下，爽一爽。